爸，签了吧。什么意思？那破棚子空了10几年，留着也是浪费。最近城西旧改，有人愿意收，钱拿出来给星星换个好点的学区。这是你的意思？爸，都是为了孩子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守着那个破地方干什么？那是我和老运输队几个师傅当年承包下来的维修点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提当年？现在谁还认你那些老黄历？远山，别拧了，东西以后还不是孩子的。你住儿子家，吃儿子家的，帮衬点小家怎么了？我看着他们，忽然笑了。这几年孙子上学，我接送，家里饭我做，水电物业我跑，陆景川房贷挤，我每月退休金补进去一半。现在他们说我吃儿子的，我不签。爸，您别给脸不要脸，景川压力已经够大了，你非要拖后腿吗？爸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今天是我生日，过个生日就能不讲理了？爸，你先出去住2天，冷静冷静。你赶我走？哎呀，不是赶你，是让你想清楚。爸，大家都在，您别闹。以后您说我们不孝，我可有视频。那你录清楚，是你们逼我签东西，我不签，你们就把我的衣服扔出来。爸，您可别乱说。爷爷，你去哪儿？爷爷出去办点事儿。星星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少插嘴。爸，你真要这么难看？我被你老婆拿手机拍，被你亲手往外推，你还觉得我难看？你非要翻脸是不是？脸是你们先撕的。他走不了多远，晚上肯定回来。又回来了。15年了。谁呀？陆师傅，真是你！桂嫂，借我1卷电线，1桶机油，明天给钱。你不是跟儿子住市里享福吗？想够了，回来干活。老陆，这地方还能用？能不能用得修。爸，你让让，别挡电视。师傅，附近有没有修车的？车打不着了，货箱温度往上升，车上全是海鲜，再耽误就赔死了。报救援了吗？报了，说4小时后到。打开机盖。大叔，你行吗？你再问10分钟，温度再升2度。这车怕是油泵坏了。冷链车电子系统复杂，老头别乱动。不是油泵。那是什么？传感器虚接，线束磨破大地。你之前是不是大修过？上个月修过，换过线。看见没？用劣质扎带固定，跑长途一震，迟早出事。能修吗？临时能救，彻底要回厂。好了，真好了！别熄火，直接开冷机，
15分钟后再走。多了。不多，这车祸赔了至少20万。罗总，我这边遇到个老师傅，真神了。对，城西老维修铺，您快来。陆一手，你是？罗海，以前总队3分队老罗的儿子。我小时候跟我爸去过你车间。陆师傅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修车。我手里有26辆老货车，毛病一堆，别人不是乱报告高价，就是越修越坏。您要是愿意接，我把车队交给您。我这棚子还没收拾好，我等得起，车等不起。明早8点，先开3辆问题最大的过来。您真接？灯都亮了，不接活，亮它干什么？灯一亮，麻烦也会跟着来。有人等着我低头回去，可我偏要把这口旧灶重新烧起来。第二天早上7点半，3辆货车停在修车棚门口，1辆怠速抖得像筛子，1辆跑半路总熄火，还有1辆刹车发软，司机说下坡时差点追尾。陆师傅，您看先修哪辆？先登记。登记什么？行驶里程，最近维修记录，故障出现时间，之前换过什么件儿，写清楚再动手。听陆师傅的。我这儿有规矩，先验车，再报价。换下来的旧件儿给车主看，维修过程拍照流畅，不该换的件儿1颗螺丝都不换。老陆，你还挺正规。别人让我换发动机总成。不用，喷油嘴脏，进气机积碳重，再查一下缸压。这里磨穿了，遇颠簸就断信号。罗总，这车谁保养的？高振虎那边。这不是原厂管，耐压不够，再跑一趟山路，出事就是大事。我上周刚花8000做的大保养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里。爸，您真行啊，被我们劝2句就跑出来非法经营，修的还是大货车，万一出了事故，您赔得起吗？家人们，我公公年纪大了，听不进去劝。唉，我们做儿女的真难，他在这种废弃棚子里乱修车，出了事还不是我们背锅？爸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你来接我，还是来抢房子的？爸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大家听见没？老人就是这样，自己做错事还倒打一耙。这位女士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证据？这破地方有营业执照吗？有维修资质吗？有安全保障吗？有，这是当年六说点承包合同，这是我高级汽车维中部证，这是工具检测单，这是今天3辆车的维修委托记录，这是配件采购票据。来，拍清楚。就算有证，也不代表你修的都对。那就说这个，这是翻新件，外壳打磨过，批次号对不上。罗总这辆车上周刚在高振虎修车厂做完保养，你说我是乱修，还是有人拿司机的命赚钱？老陈，把发票拿出来。拿假件装刹车，这不是害人吗？这要出事故，谁负责？刚才那女的不是说老人乱修吗？怎么成别人黑修了？别关啊，刚才不是要曝光吗？爸，您非要让我难堪吗？是你自己把脸递过来的。爸，差不多行了，小曼也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赶我出来那晚，他也这么担心？陆师傅，这事儿我不会算了，这不是修车纠纷，是谋财害命。您敢不敢跟高振虎碰一碰？陆一手，我老板请你喝茶。我们虎哥说了，听说陆师傅重新开张，给你送点见面礼。陆师傅，小心。罗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们虎哥在城西修了10几年车，谁不知道他讲义气？多少钱？陆师傅识货，这批便宜，市场价1半。留下样品，明天给答复。行，那您慢慢看。陆师傅，你谁？我叫陈野，以前在高振虎厂里干小工。那批件不能用，都是翻新的，您千万别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那里干了2年，出了事，老板就让小工背锅。上次一辆车刹车失灵，他让我签字，说是我装错件，我不签，他扣了我3个月工资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我不想再看人拿命换钱。那你先别走。陆师傅，听说你接了我的车队，你的？我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罗总别急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您被人骗了，我当然得提醒。陆师傅，便宜配件用着舒服吗？老了就别逞强，万一出了事故，可别说我没劝过你。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老手艺人，嘴上说规矩，背地里买便宜货。虎哥，这批期货不就是从他棚里翻出来的吗？说完了，我只是提醒大家。这批配件我没采购，没安装，只留了样品，重量、喷码、批次号、材质全部合格。翻芯片当原厂片卖，胆子不小。陆远山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哼，把你上周在他那儿修过的2辆车开过来。罗海早有准备，2辆车开进棚里，当众拆件。第1辆刹车油管是假件，第2辆滤芯是旧件翻新，第3处我拆开一只传感器，这个根本没换，只擦了外壳。我花了5000换件，结果没换。高振虎，你黑心啊！谁知道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旧件洗干净装回去，车主懂个屁！出了问题就说小工操作失误。陈爷，你找死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市场监管、交通执法都来一趟。这里有人用假件修营运车辆。陆远山，你一个破棚子，撑不了几天。我撑几天不重要，你先想想，你那厂还能开几天？陆师傅，您收我吧，我想学真本事。想留下，先写账。写什么？千斤多少，背过几次锅，谁让你签的字？证据在哪儿？修车之前，先学会不让别人把脏水泼到你头上。当天夜里，我回到修车棚，发现门锁被撬了，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，钱没少，工具没少，只有放合同的铁盒被人动过。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。师傅，我不是来学修车的吗？先学算账。我会算。不是算油费，是算你自己的命值多少钱。你在高振虎那里干2年，被拖欠3万6，手被烫伤没赔，替人背过2次维修责任。你不写清楚，以后还会被人踩。我们这种人告也没用。这句话谁教你的？高振虎是不是说过，离了他你饭都吃不上？记住，越想让你忍的人，越怕你算清账。按事实说，别添油，别害怕。
工资怎么发的？转账一部分，现金一部分，剩下压着。有记录吗？有。工伤呢？这是医院单子，这是当时老板让我自己说摔伤的录音。就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，这样报医保方便，公司也不会为难你。师傅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人。你本来就是。老陆，你这不像修车棚，像医院。车主把命交给你，跟进医院差不多。爸，星星想你了。让他周末来，我给他买饭。你就不能回家看看？我回去住哪儿？家里不是有沙发吗？我52岁了，不是你们家一件临时家具。爸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赶我出门那晚，你们说话挺好听。爸现在有点小钱就不认我们了，景川压力那么大，他还在外面让人看笑话。远山，差不多得了，儿子儿媳哪有不犯错的？犯错？他们也是为了孩子。那我被赶出去，也是为了孩子。师傅，您不难受吗？难受没用，干活才有用。小兔崽子，你还真敢告？信不信以后城西没人敢用你？开录音。你以为跟了这个老东西就能翻身？他护得了你一天，护不了你一辈子。你再说一遍。陆远山，关你屁事儿！他现在是我这儿的人，你威胁仲裁师请人，证据我陆全了，我们都能作证。靠！师傅，我真拿回来了。这钱不是别人赏你的，是你挣的。老陆，你儿子和儿媳妇来了，还带了好几个亲戚。爸，把维修棚合同拿出来，我们替您保管。爸，合同放哪儿了？你找合同干什么？爸，您别敏感，您年纪大了，又不懂现在这些政策，万一被外人骗了，我们替您保管。谁是外人？反正不是我们。爸，您闹也闹够了，跟我回去，棚子的事交给我处理。怎么处理？旧改补偿下来，肯定要统一规划。我们是您唯一的儿子，当然要帮您。哼，帮我还是帮你们自己？爸，你的东西以后不都是我的？远山，景川说的也没错，你就一个儿子，何必防着？陆景川结婚那年，首付场12万，我卖掉老宅旁边那块地补的。他换车，我给3万。星星出生后，奶粉、尿不湿、接送班、兴趣课，7年我出了9万8，房贷断供3次，我替他补过。许曼坐月子，请不起月嫂，我伺候42天。这个没票，但小区监控和买菜记录都有。爸，一家人谁算这么清？不算清的时候，你们说我吃你们的；算清了，你们又说一家人。爸，你非要当着外人让我难堪。你赶我出门的时候，怎么不怕我难堪？大家看看，老人有点钱就开始翻旧账。出去，这个家不养闲人。爸，你先出去冷静冷静。你录我，我也录了你们。远山，话别说绝，孩子们也不容易。我容易。陆师傅被赶出来那晚，身上就一个工具包。现在棚子值钱了，你们来谈亲情，亲情是按地价涨的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他是我徒弟。爸，你宁愿信一个外人，也不信我。
这是赡养协议草案，你要谈亲情就按法律谈。每月赡养费、探望安排、医疗分担，不干涉我个人财产。签了，我们继续做父子；不签，就别来抢东西。你疯了，还让亲儿子给赡养费？你不是说我是你们负担吗？负担就该有明账。我不会签。那就出去。行，社区条例，到时候让大家看看一个当爸的怎么逼自己儿子。正好，我也想让大家看看一个儿子是怎么吸干亲爹的。师傅，他们太不要脸了。不要脸的人最怕什么？怕证据。所以以后该录音录音，该签字签字，该留票留票。夜里我把合同从旧轮胎夹层里取出来，锁进新买的保险柜。可我知道陆景川和许曼只是前菜，真正盯上这个棚子的另有其人。陆远山同志，纠纷和维修棚全属问题，周五下午做一次调解。好，陆师傅，高振虎背后有个姓冯的地皮商，您那块地方恐怕不只是家庭纠纷。那就一次说清楚。今天主要谈2个问题：第一，陆远山同志的赡养和居住；第二，城西维修棚相关争议。主任，我们真不是不孝，是爸脾气太倔，自己跑出去住破棚子，孩子天天哭，景川晚上睡不着。爸，您回家吧，星星离不开您。回去以后我住哪儿？家里可以给您腾个地方。哪个地方？客厅沙发能放折叠床。第二，每月赡养费多少？一家人提钱干什么？第三，回去以后做饭、接送孩子、打扫卫生，是义务还是劳动？爸，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主任，您听见了，他们所谓接我回家，就是让我睡客厅，不给赡养费，继续干活。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那就签。爸，您这是把我当外人。你们赶我出门那晚已经把我当外人了。远山，别这么硬，你就一个儿子，闹僵对谁都不好。我插一句，陆师傅现在给我们车队维修，账目清楚，救援及时，这样的老人自食其力，我看不出哪里需要被人接回去当保姆。这是我们家事。你们抢他维修棚的时候，可没把他当家人。陆师傅，维修棚那边您有什么材料？这是当年省运输队灵溪点改制承包协议，这是押金票据，这是设备清单，这是后来我每年缴纳的场地维护费记录。棚子荒了，但全属遗留问题，一直没有注销。这个档案我们要重新核。都20多年前的东西了，还能算？你们要卖的时候，怎么不嫌它20多年？从材料看，这不是简单家庭财产，维修棚需要依法核查，任何人不能私自处置。主任，我是他儿子，儿子也不能替父亲签字转让个人权益。陆景川，你们如果真有赡养意愿，就把协议带回去看。陆远山同志有自主居住和经营权，任何人不得胁迫。爸，你非要把我逼成笑话。景川，没人逼你，你只是第一次发现，我不会再替你遮丑。走。陆师傅，提醒您一句，城西那片最近有人在收老厂房，开价都很低。高振虎背后有个冯启才，手段不太干净。他想要我的棚子？不是想要，是你不走，他整个规划都卡着。明白了。师傅，他们会不会来硬的？会。那怎么办？等。老头儿，从今天起，这条路我们说了算。你就是陆远山？是。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：破棚子该卖就卖，别挡财路。你们凭什么堵门？年轻人火气挺大，老头儿你要不管管，万一摔断腿，可别怪我们。关门，别让客人靠近。打开监控，备份，手机录像，报警。师傅，不打。打了就变互殴，录清楚，他们自己会把自己送进去。砸！
谁敢进去修车？车玻璃自己小心。师傅，再砸下去棚子都没了。还差一点。差什么？差他们把罪证凑齐。把车横这儿。砸够了吗？老头儿，想通了。这车套牌，那辆拆了后排座，私改营运，报废车改车架号。拖车吊臂没有年检，钢索磨损超限，你少唬人！你们堵门的时候我都拍了，还有你们砸东西威胁车主剪电线，全在监控里。我们就是路过，老头儿，你等着！我等着，顺便告诉你背后的人，下一次派点懂车的来。师傅，真全被扣了。车不会骗人，有没有病一查就知道。陆师傅，舆论起来了，冯启才那边压不住。冯启才什么反应？陆远山，我是。我是冯启才，你很会修车，也很会留证据，可你修不好自己的命。城西那块地我要定了，你现在让还能拿点钱，再降，连棚子带人一起报废。冯老板，你说错了。什么？报废不报废不是你说了算，得看还能不能修。师傅，他威胁您。怎么办？修棚子，修车，修规矩。陆师傅，市里道路应急救援要招合作单位，高振虎也报名了。那我们也报。师傅，我们就这点人。人少不代表手脏。陆师傅，你也来听标？你那破棚子是修自行车的规模吧？陆师傅，你们团队人数不多，设备也有限，凭什么参与道路应急救援？领导，这活不是靠情怀，我们厂24小时有人，拖车10几辆，合作网点20多个。救援第一要快，第二要准，第三不能趁人之危。我人少，但每一单都有记录，车主签字，旧件留存，收费公开。哼，说的好听，真上高速，你那小徒弟别吓尿。别接话。城郊高速暴雨，多车故障，冷验车、客运车、油料车都堵在一起，现场请求支援。我们去。陆师傅，现场见真章。走。雨大的像往地上倒水，高速入口几辆故障车排成长龙，高振虎的人先到，却乱成一团。有人先去谈价格，有人拖错车，还有人把警示牌摆得太近。陈爷，三角牌往后放150米。罗海，联系交警封半副车道，客车先断电检查，冷链车保温控，油料车谁都别碰。你指挥谁呢？谁想活着下高速，就听懂车的，按陆师傅说的办。师傅，车一动就往边上滑。后轮制动抱死，气路进水，不能硬拖。那怎么办？先泄压，固定车身，再处理气路。师傅，气管在这儿，夹住，夹好了，放水，慢点。要换启动机，电瓶接头松，别瞎拆。别反复点火，先接临时供电，再插接连器。刚才你们张嘴就要8000拖车费，陆师傅先救车再谈钱，你还好意思站这儿？陆师傅，试运行合作资格，给远山修配。领导，我们规模更大。规模大不代表救援专业，你们现场乱收费、乱指挥的问题，我们会调查。爸，景川出事了，欣欣吓哭了，你不能不管。师傅，回吗？回，孩子要救。爸，我们错了，真的错了。爸，您救救我，我投资被骗，还借了钱，现在他们天天堵门，看在星星的份上，您帮我还了吧。爷爷，陈爷，带星星进去吃饭。爸，孩子2天没好好吃了。远山，
到底是亲儿子。你现在有本事了，拉一把怎么了？父子哪有隔夜仇？让陆景川把债务合同拿出来。爸，我就知道您不会不管我。我管，但不是替你还钱。爸，您什么意思？第一，星星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我可以设专项账户，钱只给学校和指定机构，不经过你们手。第二，你们的投资债的钱我一分不还，合法债务你们自己协商，非法催债我帮你们报警。爸，那些人会逼我们的。第三，签赡养协议和债务切割书，以后不许干涉我的救援中心维修棚个人财产，想探望提前说，想借钱免谈。爸，你真这么狠？我狠，是因为我终于不傻了。我是你亲儿子，所以我养你到大学，帮你买房，带你孩子，替你补窟窿，也是因为你是我亲儿子，我才没有在你赶我出门那晚报警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亲爹，自己发达了，不管儿子死活。出去，这个家不养闲人。爸，你先出去冷静冷静。继续录完整点儿。爸，我错了。错了就承担。那您还认我吗？你愿意按协议尽义务，我认；你想继续吸我的血，不认。爷爷，我以后还能来吗？能，但你爸妈不能拿你要钱。你来是看爷爷，不是替他们谈条件。3个月后，远山道路救援中心正式扩建，罗海的车队成了长期客户，市政试运行转为正式合作。陈也带出2个新徒弟，工资、保险、合同一样不少。高振虎的黑修车厂被查封，冯启才因非法逼迁和雇人滋事被调查。3号车检测完了，没问题。师傅，车坏了，真都能修好吗？车坏了，找准毛病就能修。那人呢？人心坏了不能惯。得先断电，再重接线。